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颗宾士W463的 G Car 300G 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测试。那这个分油盘是从香港来的W463的300G 的 G Car。那这个分油盘其实跟我们M103，比如 W126300 SEL， 或者是说 W124的2601310的分油盘是一样的。那它比较特别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不是蓝标，那因为它这颗分油盘它所配过来的喷油嘴是属于细牙的。但是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属于细牙的喷油嘴哈。那这个喷油嘴，它所搭配的一定是这个后三码013的这颗油压调整器，但是有一部分的300G 它所配的是蓝标的 M104 引擎用的分油盘，那它出油量更大。但是无论如何，这颗这部车，这部W463，它一样是 M103的引擎。我们今天来做它还没有整修之前它的流量测试。它这颗分油盘其实它的出油量应该会在170，1分钟在170左右。那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出油量还没整修之前到底什么状况。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 W463的300G，大哥碰过有分油盘有两款，一款是用比如说 W124 300CE 24V 的那颗 M104 引擎的6缸分油盘，它是蓝标的。其实我的大哥另外碰到的就是也是W463 300G， 但是它分油盘是这一颗分油盘是 M103 的标准分油盘。这个分油盘，这颗引擎应该它的出油量应该在170、180，比平常要稍微多一点。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出油量到底是怎么样情形。好，时间到，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第二缸、第三缸、第一缸、第二缸、第三缸130，第四缸125，第五缸130，第六缸130。这厂方要求是误差是15%。那这次我们测试出来的误差是相当漂亮几乎在3%以内的误差，但是它总体出油量却从130跟170或180就差了50ml。那很明显，这颗分油盘它是因为它主油道的油路堵塞了，并没有产生那供油不平均的问题。等大哥整修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这颗从香港来的宾士 W463 G Car 300GE 的6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毕了。那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
52000。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告诉那个香港车行的冯 Sir， 就说我有看到他在他的那个照片上面，他有接油管啊，他是接到他的这个上油室。那因为我们上油室有这个检测孔啊，那大哥是直接从他这个冷车喷油嘴这边接出来的啊，所以我就不用拆这个螺丝。那它下面下油室也有一个跟这个一样的螺丝，它是属于检测孔。那冯 Sir 呢，我有看到他是把他的油表接在这个上油室这个地方。那当然，我们从上油室可以知道它压力多少。那上油室压力是由这个油压调整器回流油箱的这个油压调整器来做决定的。那我在这个地方要告诉冯 Sir， 就是说他试着应该把这个油表接到下油室做什么呢？因为呢上下油室的压力差比如说大哥打开电源大哥这个是数位的那这个上下油室的压力差目前是 4.2 左右0.42左右，也就是说他们的压力差是大哥有稍微把它校正到 0.42。那 0.42 呢，他们的压力差是会决定它的出油量它的这个出油量。那因为呢宾士从1989年以后有些车辆它就已经有 O2 就含氧感知器的这个侦测装置。那含氧感知器它透过电脑会来修正这个插压把的压力差，也就是说它们两个的压力差，那来改变那个出油量。那我的意思要告诉冯 Sir， 就是说，今天呢，大哥在机台上面所校正出来的出油量，在车上在这部 W463 的车上不一定出油量会跟我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压力差会改变了。它被谁改变呢？被含氧感知器透过电脑来改变这个插压阀的那个电磁阀使得它们压力差改变了。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把这个引擎装上去那引擎发动以后，那插拔我们在插拔在热车的状态之下插拔这个插压阀的这个插头你拔掉的话，那这含氧感知器它就没有介入来修正这个压力差。那一般来讲，大哥所碰到的，因为O2 它已经经过20-30年以上，它已经积了满满的那个碳，所以说它的参数都已经跟全新的没有积碳的已经不一样了。那也就是说，大哥所碰到的很多都是大哥在机台上面所校正出来的插压阀校正出来的出油量那比如说我们下油室的压力目前是在 5.98 嘛以这个下油室的 5.98 5.98 之后呢，我这个插头插进去之后呢在热车状态，结果它压力改变了，压力可能会变成会上升，可能会上升 0.2 不一定不定0.2 0.3 哇，那就压力差就缩小了，使得他们的出油量就减少。那结果呢就发现大哥在机台上面校正的出来出油量，结果在车上都会供油不足。那也就是说，今天我要告诉冯 Sir， 请他把油压表接到这个下油室这个地方，然后呢看看插压阀插拔它的压力有没有改变。那压力一般如果改变的话，如果它往上升，比如说 5.98 往上升，那代表就是说他们的供油量会减少了。那以这一点来参考来校正，也就是说如果说一般我碰到的出油量，我在大哥在机台上面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环境它没有任何的那个sensor 来介入修正那个出油量。那也就是说请他参考，如果大哥在
机台上面所校正出来的出油量大概就是一个中间值。那如果说这个插压阀插头有插入的话，那压力改变，那应该要来修正以插入的时候来修正插压阀的这个调整它里面的螺丝那使得它的压力最好跟没有插入的插头没插入的时候压力差是一样的这样子。OK， 我们现在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那目前大哥是接上他附过来原车细牙的这个6支喷油嘴大哥请厂商经过清洗过之后呢，非常漂亮。大哥也也检查过他们的出油量跟他们的雾化状况都非常好，也就是状况非常好的。因为细牙的喷油嘴很贵，也都比粗牙的，因为它量少的关系，比粗牙的都贵快1倍那可能2倍应该2.5倍左右。而且它用清洗的方式又很不容易清洗成功，失败率很高，不是雾化不良，大部分都是雾化不良的问题。这6支喷油嘴，大哥检查下来，状况是非常好的。我接上他车上的喷油嘴那他车上喷油嘴的，他细牙的出油量比较大了，大概在1-20ml 左右。我们来做一个流量测试，1分钟。好，大哥打开定时器，好，打开电源，好，开始。因为细牙的这个喷油嘴，它的出油量比粗牙的多了将近10到20ml之间，而且它出油的喷射压力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很尖细的声音，这个是因为细牙的喷油嘴它的喷油压力比较高，高了将近快0.5公斤，所以说它的雾化状况当然会更好。流量也比较大，它大部分都用在560 SEL、420 SEL， 还有380也是用这个，都是用粗牙的，V8 的，还有 M104的300C 也是用这个粗牙的，雾化压力出油压力比较大，而且量也比较大。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190，第2缸200，第3缸195，第4缸190，第5缸190，第6缸19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这是我们测试出来的误差，在3%左右，成绩相当优秀。那目前这颗喷油盘，跟这个喷油嘴是要一整组装在车上的。如果以大哥的经验值，以190的话，它出油量已经应该会过度但是呢，因为一般来讲 C63 这部车如果有 O2 的话，它可能压力差会改变，压力差会缩小。那缩小的话，那当然就会符合就大油门就会高速的时候，它就会完全燃烧。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请冯舍再跟我电话联络。那我们下个阶段要做的是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52000的宾士 W463 300GE 香港来的6缸喷油盘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压力差在0.4344左右好，开始。我们看到这6支喷油嘴，这次就清洗得非常成功。
这声音很好听，很细，就，很尖很细，很好听的声音。由于这个阶段的测试时间长达10分钟，所以整个阶段会分成两段影片，等时间接近，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香港来的宾士 W463 300G1 的6缸分油盘完修后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52000。好，时间到，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是200，第2缸210，第3缸200，第4缸195，第5缸200，第6缸也是20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的误差看下来在3%以内成绩相当优秀。那这颗喷油盘跟这一组喷油嘴细牙的喷油嘴是要装在车上的，所以也确保他们的整个出油的误差控制到最小。好，这次的测试到此结束，好，拜拜喽。